脸上有米粉那个，我给他抹了，多像西门大牛，看不出来啊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这说我话挺像。别笑，真傻还是假傻？去市场上看了，市场今天没有那么大的西门塔尔牛。不是，那你不能用颜料，非得用米粉呐。颜料有毒，对牛不好。哎呀，不懂。你不累呀？咋办？什么咋办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他也没收拾你，我在这站了这么久也没泼我水。你再大点声，这么大，过来吧。现在不收拾我，那是他在憋大招，他会把我弄死的。你快把我想想来。大哥，我一个女朋友都没有的人，你让我教你怎么对付你老婆，你脑子有病吧？哎，你不能走，你长得这么英俊，你一定会有女朋友的，你相信我吧。但是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，你现在必须要帮我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往那儿看了诸葛青浩，你快帮我想办法。滚！这是不是看见我了？看见我肯定知道你在这儿啊。进去了。啊？不是你那么怂干嘛呀？你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还不如来一个以退为进，视死如归。你就进去问他，到底要闹哪样？去问。去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太忙了，我真是我气死了，真的是。丢。喂，爸。野够了吗？我没野，我马上忙完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在你姑父家呢，你到这儿来吧。不是，我原本想好过2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。买什么礼物？你姑父又不是外人，赶紧回来吧。哎，行，马上到。我没招了，上级来电话，自己想办法。哎，万千后万啊！都记住了吧？放心，记住了。姑，蕊云。哎，青豪来啦！啊，挺好啊，姑父。来，坐你姑父这儿。哎，挺好，坐。啊。哟，姑父，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？可是，这是隔壁村老李的，说是簧片坏了，让我给他修一下。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？不做了，喝茶啊。原先呢，大伙找我做芦笙，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。现在，都用定调器定音，我去过时了。谦虚了嘛，不是？你这个老手艺，谁不知道呀？有些东西啊，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，那得与时俱进，跟得上时代。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，不好。是，哎，就是姑父，你这个眼光高。但有些事情，靠义气，不一定是好事。挺好。在家听爸的，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。我知道，我听着呢。哎，好。那个，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。这回村之后啊，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，说实话，心里凉飕飕的。你说那小白楼啊，是说是挺贵，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。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，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、强一点的民宿，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。知难而退，回头是岸呐。对，你老爸说的对，
不做也好。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，以后再找项目。姑父，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，人越来越多啊，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？万事莫强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先机可是很重要。这个我听百合说呢，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，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期。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，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！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？想一口吃个胖子呗，想踩红线打擦边球，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，这不扯吗？啊，是，那红线肯定不能踩。那可不。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，他先改造好几栋，然后，对呀，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！啊，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！谁跟你犯法？我说改造老宅呢，我先改好几栋，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？我还能省一栋钱呢。对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？你这不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？黑色的改造老宅做民宿，这是好事，红租这是盘活闲置资产。当头炮。你说闲置多可惜啊！对呀盘活了多好啊！不光是可惜，如果你改造了，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，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。飞象，老户主也能分到钱，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，这老寨不就活了吗？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，你这境界高。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，这平地太少了，得留着种庄稼，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，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。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。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厉害，那肯定厉害啊？就我们这老寨，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，空气好，地势也好，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？众里群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。满天星星落银河。干啥呀，何长安？我把你拉上岸了，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？我儿子这7、8年在城里打拼，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，是不？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？他是谁？他是你亲侄子，你是谁？你是他亲姑父啊！你们俩是原配。是，您别，你什么意思你？不是啥呀？你别急啊，这不聊得好好的吗？这不挺开心的吗？这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孩子！你好好说不行吗？你做什么做？喝碗茶。喝什么茶？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。叛徒！说什么呢？这哎，哥。点名喝喜酒，我给你拿来2瓶，你休息吧你。哥，你别着急啊，把手机拿来，手，快，给你放拿。就别生气，别着急啊。去，别管我叫舅。我备好酒，我不认识你爸。做几个好菜到家里来吃饭。去，吃什么饭？你别急，哥。莫名其妙的，别搭理他。老何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任务，你忘了？姑，什么任务啊？就是你爸不是想让我们俩劝你赶紧回城吗？秦豪，今天我站在你这边，姑父支持你留下来。哎呦，老何呀，把哥气成那样，你怎么交代？大不了陪他多喝几顿，再不行我背着柴火到他家去。那不用，负荆请罪，不用了，不至于。秦浩，留下来创业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
乡村振兴，农村大有可为，真是。何主任，您都已经退休啦，就别那么操心了啊。我退休怎么了？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？你说没有好的政策，你上哪儿贷款去？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？对不对？刺绣厂，姑，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啊？是啊，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。我跟你说，过2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，到时候机器一开，刷刷刷刷刷，产能上来，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那是，那是。所以，过好日子就得有好政策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好政策。好政策，老何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都对啊。秦昊，哎，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？画着圆圈。月亮，哎，百合姐，哎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说。滚月亮女士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？哦，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，叫我小李就行。哈哈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坊，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，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。哪样意思啊？什么那样意思呀？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。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？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？随便参观了一下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哎呀，我就是找你找不着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那没办法了，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。这几天，你收一下律师函啊。你们那是霸王合同，是有问题的。谁说的？我们支书说的。他是律师啊，他还是法官啊，净听他瞎说。鬼月亮女士啊，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。我们贾总说了，他还是很尊重你，很尊重苗绣，赔偿的问题，咱们好商量。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，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。那些库存的绣品怎么办？你们的生计怎么办？你的名声怎么办？我都是为你好，你好自为之啊。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，我们绝对不能妥协。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，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，用这种连唬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，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。那我该咋个办啊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已经请律师出具了相关材料了，等材料一出来，我们就去贾总的公司拆穿他的骗局。但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因为我的确收了他们的定金和设计费，这个假不了。虽然你收了这个定金和设计费，但是那些纹饰设计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，这本质上是我们苗族先民代代相传的
这种集体智慧，这个在法律上呢具有公共文化属性和集体传承性。他们公司想偷换概念，想把这些设计据为己有，门儿都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月亮，别怕，这件事情有我跟你一起面对呢，我们绝对不能妥协。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，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受害的。那我听你的，绝不松口。拿这么多给我啊？这还多呀，要不是我拦着，还要往筐里装呢。不用担心我的。你的好侄女儿回去就说了，说爷爷奶奶、姑姑现在饿得可瘦了啊，吃的比弟弟还少。爸妈一听就着急了，赶紧让我送东西过来。这就是孩子。我跟妈妈说了，说别让你去城里了。爸那脾气，能答应吗？反正呢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是这么跟爸说的，我说爸，您想过没有啊？您把月亮撵到城里去了，那万一马清豪跟过去可咋个办呢？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那到时候是我去城里保护月亮，还是您去城里呢？他咋个说？不说话了呀！我就赶紧添油加醋，我说爸，您讲讲，这马清豪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这脸皮比城墙还厚，而且鬼主意又多，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啊！爸一听，还真是有道理啊！我说，除非啊，除非哪样？除非你把妈派到城里去啊！啊？妈还没说话呢，那俩孩子直接扑过去了，说：“奶奶，您可千万不能去城里啊！您要是去城里了，我们俩吃饭可咋办呢？到时候我们饿得比姑姑还瘦啊！”妈一听，一拍桌子说：“谁也不许去！”那爸真答应了？爸都彻底压瘸了。不过爸也说了，说可以不去城里，但是你得答应他一件事儿。我晓得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接你嫂子去。嗯。啊。姑姑，可别把自己饿着呀。放心吧。专家意见书，月亮的证言，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，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。贾总、李总，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。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，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，还有版权协议书，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。我认为呢，哪样叫没有联系？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，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。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，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，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。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，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。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，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，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。这些啊都不重要。哎，著作权登记呢，我们已经签了，款也已经打过去了。贾总，我们真诚一点，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，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？当然了，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。那我请问啊，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、不懂法律，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？切，别胡说。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？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，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，
吓唬侵权、获得赔偿款的事情，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？哎呦，百合书记啊，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儿吗？贾总，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，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。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，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。还有，别以为月亮只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，她也是我们悬崖村的绣娘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她站在一起呢。听清楚了吗？只要你们愿意和解，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的把定金退还给你们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啊，这下面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啊，都是我们的先辈们亲手搭建起来的。不过前些年啊，他们都已经搬走了，搬到山那头的悬崖新村去了。往这个石阶下去以后呢，就到我小时候住的家。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家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到了，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这老木屋，给你们看看两边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它现在就是没有收拾，它稍微规制一下的话，这个地方会特别漂亮的，它特别的原生态，啊，好看吧？朋友们，那我们这一期就先直播到这儿，下一期我再跟你们讲我们苗乡的故事，拜拜。走吧，走了就别回来。百合姐，多亏了你，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，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。哎呀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现在定金退了，合同作废了，总算是解决了。再说了，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。哪有，全靠你一直在帮我呢。月亮，我说的责任不是说我引荐这个公司的责任，我指的是我们村的苗绣非遗传承，我有责任保护好。你看看，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我们不也明白了吗？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，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。是，要是跟吴奶奶说啊，她设计的纹样不属于自己，她改良的纹样也不允许其他绣娘再绣，那不晓得她会气成什么样。就是，等到赶集的时候啊，你就等着那个贾总那些人来找茬吧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公司肯定有所收敛了。可不只是有所收敛啊，我法律专业的同学说了，他们还在继续搜集证据，要交给上面的牵头部门呢。太好了，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这种手艺人。哎呀，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，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。哎，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，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。哦，对了，还要跟麻姑也多说说，她带着那么多绣娘，辛辛苦苦的，别到时候又落到什么陷阱里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我会跟她说的。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和手艺，是我们的底气。法律保护的是我们的创作和公平，绝对不是他们那些强盗逻辑。所以月亮，我们就加油，相信我们的苗绣，
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哥，夫人外交。哥，嘿嘿，哥，米酒，和上岸亲自给您酿的。这退休老干部何主任亲自酿的酒，我哪敢喝呀？这喝完了一醉不醒啊！哎呦，哥，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劝成秦昊回城吗？你别生他气了，行不？我哪敢生他的气呀？我们俩是说好的，他劝秦昊回城，报酬是2瓶好酒，暗号都定好了，只要我喊拱足，他就唱。风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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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他唱的啥？你听没听见？啊，听。搀扶，搀扶，因为有我把你收。干什么呀？这不拿我当节假日过吗？哥，你别生气，你坐。哎呦，他反应没你快，他被秦昊带沟里去了。你坐。什么带沟里了？他把我卖了，还让我帮他数钱。你小气了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哥，你那天发火以后，他可伤心了，不停的给你打电话，你就是不接呀。电话欠费了。你都全身首付了，你还能欠费？地主家也有没有余粮的时候。哎呀，哥，这酒给你放这儿啊。这个和尚案呐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好玩这一手。哪一手啊？那个时候他不是想和你好吗？啊，他就想尽办法接近你。啊，哎呦，那些日子天天请我喝酒啊，兵哥长，兵哥短的。哎呦，他突然跟我说啥？兵哥，全村的人酿的酒我都尝过，也都喝过，唯独你酿的酒，哎呀，我是太喜欢喝了。我1天不喝睡不着觉，2天不喝吃不下饭，3天不喝起不了床。我就拿着咱家的水，拿着咱家的锅，拿着咱家的米呀，把他教会了。从此以后再也不管我叫兵哥了。一见着我面，老麻长，老麻短，这什么人呢？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？啊！当年他竞选村主任，这一选上，我跟你说，把我乐得一宿没睡着觉。我妹夫当村主任了，当了这么大的领导，我也成了干部家属了。自从他当了村主任，你说我接着他什么光了？什么好事儿都是别人的，他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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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舅哥吗？有你呢，啥事儿不是都找你来商量的吗？他找我跟我说什么吗？哥，你要提高素质，提高觉悟。啊，什么事情你得带头。哥，他不是为了村里着想吗？对不对啊？这都是你给出的主意啊！一大伙办好事儿，是不是办了多少好事儿？他少跟我抬高。行了，哥，你看你这油盐不进的，你这倔脾气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啊！那就不说了呗。妈，呀，月亮回来了，和花生米呢？哎，我爸呢？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？那个，哎，月亮，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，你吃了没？吃了。你要是不够，你就回家拿啊。哎呀，多着呢。你得多吃点儿，都瘦了。爸。啊。跟孩子说了没有？啊？啊什么啊？你说呀！啊！秦昊这回回来多好呀，你干嘛要拦着呀？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忘了咱们村里还有个月亮呢。当年秦昊进城，你看那老滚，整整骂了我1天1宿啊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是。可是哥，你当年跟滚哥2人好的跟穿1条裤子似的，现在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不至于。哥，放下吧。能放下吗？裤腿没了，剩开裆裤了。你现在不愿意秦昊去找月亮，不就是因为你跟滚哥这点事儿吗？可是关年轻人啥样嘛？天上挂个月亮，旁边住着满天的星星，那谁家的小星星不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吗？为啥非得盯着月亮呢？可是就放下你跟滚哥这点事儿，你就跟我说一说啊，
月亮咋样？这姑娘挺好的。可不就结了吗？青蒿和月亮最般配。月亮，你一个人，爸妈不放心。哎呀，你真急死我了！你怎么说了半天说不到点儿上呢？我跟你直说了吧，只要你家里人他就死心了啊。接着说。那个刘妈说呀，这个人老实本分，家里条件挺好的。你要是不找，那个马青浩老缠着你，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？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他老缠着你，你怎么去相亲呢？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。你是全村最有智慧的人，村里老老少少有点什么难事都来找你拿主意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就为自己这点事儿你想不明白呢？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秀梅，你说的这个哥有点不同的见解。我觉得面子和脸，它是两回事儿。要面子的人，他可能还带点虚荣心，但是要脸的人可不一样。阿爸活的时候不是老是跟咱说吗？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张脸。要脸的人，他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。这不要脸的人，他什么事儿他不做呀？你说的都对，哥。但是，你不想想秦昊啊？你看看你村里跟你一样大的人都有大孙子了，孙子孙女一堆抱着跟着跑着，就你没有。你看你眼睛看着人家直勾勾的，是不是想要抱孙子了？可是你就拦着呀。他俩年轻人过，又不是跟滚哥一块过日子。你放下，你退一步，滚哥也退一步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有孙子是早晚的事儿。可是人家就认准了月亮。哎呀，你看那小子一回村，那村里又开始说了。妈，不说不说。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？你见不见呢？你放心，我去。那就行。哎，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和尚案了呢？这老话说的太对了，哎，就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以前我还不信，现在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你看你现在看我这眼神，就跟那个和尚看我一样。哎呀，太像了！我觉得你还笑什么笑？那我现在就是上岸了呀。那你这意思我下水了呗？那我就是来拉你一把呀。行了，你甭拉我，我淹不死。哦，行了，别生气啊。行了，要不要抱大孙子？何秀梅，滚！我不，我就是我哥的最亲的妹妹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你也放老何一马，行不？他都特意拿了酒，你喝了，他心里就放下了。他可在意你了。没往里放东西吧？放了蜂蜜，甜的。气死我了你！好了，走吧，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回来饭也不吃一口。你那些东西吃完了呀，我叫你哥再给你送啊。爸，我回去了啊。啊，那个有空你就多回来啊。他答应去了吗？答应了。行，答应了就好。饭菜味道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我呀，就爱给你们做饭。我们这点东西啊，城里头都吃不到，味道巴适的很。下次再来啊！好嘞，拜拜。胖哥，呀，秦昊，
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。不是胖哥，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？那以前城里当厨师，我压力大嘛，这一下就过劳肥了。这我回来之后，生活规律了，也有时间锻炼了，心情又好，我啪一下我就瘦了。行，瘦了挺好。嫂子高兴坏了吧？肯定高兴，蜕变了，蜕变美少年。快快快快快，来，快快快！媳妇儿，我给你。媳妇儿，那个，胖哥啊，这农家乐你开的？我的嘛，老杏树，你还记得吗？在老寨的时候，我家门口就这么一棵老杏树啊。对啊，我记得。哎，胖哥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你那酒店不干了吗？老寨搬迁的时候，你嫂子要生娃，我就回来了。结果我们俩一商量，别走了，就留下来了。哎，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？啊，我估计我得待一阵儿。呀，那可太好了！你可以看看，咱这现在村子变化可大了，这哪儿都是游客，每个人都有事儿干。你看，就我这地方，人都不断。是我看出来了，钱没少挣。哎，你看看，就这儿，就这个，就是套房，我就准备给它变成民宿。你看啊，就吃喝玩乐住，那是一条龙啊！啊，是游客来了也能多玩几天，多住几天。对，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，就我这主意，你给我指导指导。行，我要是有什么想法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跟你说啊。哦，胖哥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喂，天豪，你在哪儿呢？就老杏树农家乐，胖哥开的那个。啊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啊。行，我等你啊。嗯。坐，行，来，快。点菜，我请。哥，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。你说我当时公司刚起步的时候，要不是你介绍第一笔单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哎呀，咱俩都是一个村的，你老说这干啥？点菜快点。好，那我就要一个辣子鸡，然后一个腊肉，再来一条鱼，酸汤的。呀，哥，这是农家乐，那饭量大得很，我怕你吃不完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还有个人呢。再说他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东西呢。谁啊？艾草。哦，那是得多点点。怎么今天就你们几个人啊？麻姑带着静兰和紫云去城里了。于朵，你大伯是不是认识牛贩子啊？嗯。吃，就知道吃，亏你还吃得下去。是你被收拾，又不是我被收拾，我为什么吃不下去啊？哎，你怎么不拦我呀？先吃饭嘛，
吃饱饭才有力气想办法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吃饭不积极，脑子有问题。知道我脑子不好使，所以我才请你来帮忙。你给我出个主意啊！出！你答应我了，你要给我出主意啊！先吃饭。胖哥，你再给我加条鱼啊！哎，这不还有吗？还有？我看你半天了，啊，都在那里呢。好的，那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。看来艾草哥的牛养得越来越好了，终于能赚钱了。我觉得艾草哥肯定舍不得。就是，艾草哥经常用苹果喂牛呢。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养牛不就是拿来卖的吗？你们看我大伯，这么多牛贩子抢着买他的牛。卖牛啊？马群豪，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凤碧的人？你是帮着他对付我，还是我对付他？你是猪脑子呀！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你好好解释啊！你一直想要养牛，凤碧不让你养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，凤碧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？嗯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。那凤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，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，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。